你有没有发现，洛杉矶每次大火之后，房价居然不是跌，反而上涨？其实这背后有一套隐藏逻辑。今天就带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搞懂，在 Wildfire 之后，洛杉矶房地产的动向。Hello， 我是康比。洛杉矶的全职房产经济之所以加州的野火会让房地产的市场上涨，是有几个原因的。从买家变多、新房变贵到租金暴涨，每点都有证据支持。听我讲完，你一定会有原来如此的感觉，甚至还能够学到如何趁机布局哦。在火灾之后，之所以房价会上涨的第一个原因，就是买家突然变多。每次火灾之后，很多屋主的房子都被烧光了，他们就会去找新的房子住，这就让市场上面突然多了很多无家可归的买家。根据加州房地产协会的数据，2018年的伍尔西大火灾区马利布房价虽然跌了，但是附近的 Santa Monica 城市的房价直接飙涨。我们想一想嘛，突然多出了一堆买家来竞争来买房，那房价怎么可能会不涨呢？ Supply and demand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新房成本提高，在野火之后，建新房的规定越来越严格，就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，像是一定要用防火的建材、金属的屋顶、耐火的窗户和设置防火缓冲区，这就让建筑的成本大幅提高到 5% 甚至 10%。建材贵了，以后的房子卖价当然也会加高啊，所以有远见的人都会在这个时候提前下手买房，因为未来的房屋材料只会更贵。第三个原因呢，就是全新房源变少了。洛杉矶原本计划要建很多新房的，比如说市议会承诺在2029年前要建造50万个新房，但是这一次火灾之后呢，重建和修复就拖慢了进度，市场上面的新房呢，供应变得很少。请记住，房价永远取决于 supply and demand。市议会说要在4年之内建50万栋新房，但是建筑商都跑去灾区重建了，没有时间来盖新房啊，那50万可能会变成25万套房，将来房源不够的话，就无法供应买家的需要了，所以房价一定是会涨的。第四个原因呢，就是租金开始上调。野火之后，一部分的灾民短期内要涌入租房市场，租金呢就自然跟着上涨。比如说2018年的大火，这个火灾造成了布特县天堂市 Paradise City 周边未受影响的地区租金就上升了 8%， 因为流离失所的居民急着找出租房，赶快先安定下来。因此，西班牙巴塞罗那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 Dr. Alert 就说到说，你会看到需求的激增，供应减少，这会导致租房市场价格上涨，并且吸引投资者的注意。很多 investors 一看租金回报率偏这么高，就会进场扫房，进一步的推高市场的需求，这是我们在大火后常见的情况。第五个原因就是买家更为感性，灾难让人不安定，大部分的人都希望有一个避风港。在灾害经济学季刊里面就说到，70%的买家在灾难之后会变得比较冲动，直接就转向低风险的地区快速买房。这其实有点像是疫情的时候我们去买卫生纸，明明是很不理性的，但是就是让人安心。人需要安全感和稳定性，因此会放弃其他的买房条件，在灾难当中快速买房。根据 NAR 的数据，灾后的买家在购房时会考虑稳定的家庭环境作为最主要的因素，而放弃其他的条件，比如说有没有风景、学区好不好、交通方不方便，这些条件全部都会放弃掉。更有意思的调查就是首次购房者的比例在灾难当中会增加。比如说一个买家看了2-3年的房子都选不到喜欢的，结果疫情一来或者是火灾一来就赶快下手买了，这反映出人在不稳定的时期更倾向寻找长期的安全感。讲了这么多，可能会有人持有反对的意见，他们讲说现在火灾保险超级高的，谁还会来买房啊？
的确，现在保险费是变高了，甚至有一些保险公司直接不保。比如说，在2023年的时候 ，State Farm 和 Allstate 就决定停止为加州高火灾风险的地区的新房提供保险。而现在的保险费用呢，平均每年上涨20%，但是这种情况反而会让更多的买家跑去低风险的地区抢房。For example， 我们提到的 Torrance、Santa Ana、Ontario 这些低火灾风险的城市，灾后的买家就会变多。所以保费上涨的问题，不代表买房的客户变少，乃是代表买房的人开始转向低风险的地区抢房。总结一下，洛杉矶的大火虽然可怕，但是对房地产的市场却是一个奇妙的推手。为灾民祷告的同时，我们也要了解灾后市场的趋势，才能够把危机变成转机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一个赞，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更聪明的房地产专家。我是康比，下次再见。